电里出现异常。立刻用金牛7号数据库显示坐标和参考能量指数。各位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继续回到我的视频，我是马姆森。本期视频呢，给大家带来这款 TA 的金属变体黄暴勇士，也可以叫它暴司令。这款玩具呢是由 TA 发送到我这边的评测件，所以说它最终的表现呢会跟大货的版本稍微有一些区别。首先内容人物的全部配置呢都可以看到，大概是这样一个配置了。2对这种替换件在星星队长里面呢也有过出现，然后这种支架的话呢是可以跟前作的星星队长的支架呢更进行到组合的，而且呢这次支架呢只附带了一套，它的这个连接方式呢依然是这样，按下去之后呢它这样可以移动，像眼睛布一样的东西呢在大货的版本呢也会进行到附带的。然后在武器方面的话呢，黄暴勇士呢就只有这样一把尾巴。确实啊，在动画里面呢，它在机器人形态下开炮呢是靠2只手合并到前面进行到兽头发炮。可以用这个东西像鞭子一样，或者说像刀一样的东西呢，直接进行到挥砍。这个东西它内部呢是有这种金属连接件的，所以说呢，它在弯折到任何的角度的时候呢，都可以进行到固定。说实话，拿到手的时候呢，我还是有一点小惊喜的，因为之前呢，对于这款黄暴勇士呢，其实我没有做太多的期待，因为前面的话呢，新队长的表现方面，它确实质量虽然表现得很好啊，但是呢，在可动还有金属件方面呢，确实没有达到大家心目中的那种一线第三方的水平。而这款玩具呢，我到手之后呢，发现它其实真的做了很多的改良。首先呢，就是可动很大的加强，然后身上的这个用料方面，包括涂装呢，也是进行到了继续的优化的。所以说这款玩具呢，我拿到手的时候真的还比较的惊喜。首先呢，就是整个的小腿部分呢是用到了金属零件，在金属零件外面上了漆之后呢，跟上面的塑料零件呢也没有发现色差。整个的这个兽形态的脚掌，包括这里的脚掌，还有整个背部的这一块零件呢，都是金属零件，所以说拿在手里的重量呢，大家可想而知啊，是非常沉的。虽然个头并不大，但是真的很重，拿去砸人的话呢，应该还是有一定的效果的。然后呢，就是它的这个可动方面引入了这个腰部可动，我们马上就开始进行到介绍。先从头雕开始看起，整个头雕的刻画呢，我感觉啊，看起来是有一点偏肉了一点，可能是因为呢，整个脸部这里呢是没有用到消光的处理。但是呢，我们回归到动画里面的刻画，发现呢，其实动画里面它由于是金属变体啊，身上呢有大量的这种金属零件的这种造型刻画，所以说整个的表面的塑料呢，大料还是用到了这种光面的处理，看起来都是闪闪发亮的。头雕呢是没有任何的替换件的，嘴巴是可以动。我个人觉得在刻画方面的话呢，基本上还是达到了很还原动画里面那种感觉。但是呢，咱们仔细来看这个豹子啊，你感觉它永远都在笑。如果说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可能还有一点严肃。你只需要稍微抬头之后呢，看着有一点这种憨笑的感觉。但其实呢，黄暴勇士它的这个金属变体2代的这个形态，2代黄暴的形态呢，确实是有一点喜剧成分偏多一点嘛。战斗力的刻画呢，并不是特别的强，嘴巴也是可以动。整个头雕的部分呢，是用到了大量的分件，看到颜色不一样的地方呢，全部都是不一样的分件来体现的。特别让我喜欢的是眼睛下方的这个黄色零件呢，有一点像泪痕的感觉呢，这里呢也是额外的分件电镀眼睛。头部的话呢，左右上下动可以动。比较遗憾的是呢，向下的这个范围呢有一点偏小，这里的话呢，确实可能设计的时候不好制作吧。在肩膀的这个位置呢，没有用到齿轮关节，它这里呢是有多段上抬，这里可以上抬，然后这一段还可以上抬，并且呢，前面这里多出来的这个关节呢，它是可以这样向前倾的，所以说呢，在定格动画里面呢，我就可以很自如的做出各种耸肩的这种造型。外摆内收的话是通过肘部的这个关节进行到实现，这一点呢跟老玩具差不多，但是取消了球形关节，用到了这种轴向关节，更为的稳固。手臂的部分呢也是可动性还是比较好的，基本上是还原到兽头了。手的内部这里的刻画的话呢，它这里是手可以动嘛，然后在它的手尖的这里呢是有一个洞的，就可以把武器给它插上去。插的也不算太稳，但是拿在手里呢，至少这样是不是会很轻易掉的。
大家看到胸口的这个细节呢，胸和腰的刻画呢是这一次比较有亮点的地方。整个胸上呢可以看到大量有点像那种野兽毛皮这种纹路的刻画，但是呢，我们在这个大腿的内侧呢和手的内侧呢，并没有看到相似的毛皮的刻画。这一点是它省略了呢，还是说动画里面是怎样做的呢？我们看一下这个老玩具啊，在老玩具的版本中呢，这里呢是有这种兽皮像毛发一样的刻画。这款玩具呢是我自己重涂过啊。然后在大腿内侧同样也有，所以这一款的话呢，是不是 TA 偷懒的呢？我对比动画之后发现呢，咱们做任何事情下任何结论之前呢，还是要有理有据。动画里面我看了黄豹它的出现呢，是在那个融合变体那一集，然后到后期的44集野性的咆哮那一集之后呢，它整个这10几集之间呢，它大概出现了差不多30多分钟的黄豹这种出现的剧情吧。我对比了很多截图、很多这种资料之后，发现呢，确实啊，这两个地方呢，它并没有在动画里面是并没有毛皮刻画的。你可能会说，这当时的3D 技术受限呢，毛皮是刻画不出来的啊，马皮都不是这样做的。其实不是啊，这里呢，在动画里面呢，人家确实是有毛皮的。说这两边的这个差异性刻画的话呢，确实是为了还原到动画啊，这就是胸口这里的细节。然后呢，就是这一次的腰部，腰部这里的话，它为了增加它的腰部可动啊，在这里呢设计了3片这种硬塑料的零件。你通过它的腰部左右摆动的时候呢，可以看到呢，这个塑料零件呢，它是会这样移动的。其实真的这种有点这种联动的感觉。我们翻到背面来看，可能会明显一点。这个腰部的可动幅度呢，保证了之后啊，我才能就是让它的可动演示比较好。但是这一块的话呢，在把玩的时候呢，如果说你这样大力向前掰啊，或者说向左右掰的话呢，它确实不会脱出。但是如果你是这样，你向后这样狠狠掰的话呢，这一块呢就可以看到零件它这里脱出来了。包括这个后面再用点力，如果把前面脱出以后，后面再用点力呢，就可以看到这里也脱出来了。这一点的话呢，其实我跟厂家已经聊过了。当时呢，我给他说的就是说这个问题其实不大，只要把玩注意一下就可以了。但是他们呢，还是觉得想要去做改进呢。至于最后，但是我感觉想要改进这一块地方，除非把这个材质换掉，所以说是很难进行到这个初步的改进的。不知道大家觉得这一块问题是不是很致命呢？可以在弹幕评论里面告诉我，我好进行到反馈。然后腰部的左右移动呢，同时也是进行到了保持的很不错。在大腿这里的设计呢，本身原版本的这个根部呢，它直接就是一个球形关节插在这里面。这一次的话是额外增加了像 MP32 的一样，增加了一段可动关节，就保证了它外摆内收的同时呢，这个各个维度都能动。而且这个齿轮关节啊，依然是很给力的这种齿轮关节，前后的声音不太明显，它是有这种很硬的这种摩擦感。然后呢，在侧踢的时候呢，就是大概是这样的感觉，站立是完全没有问题的。然后就是在膝盖的部分的话，基本上跟原设定呢差距不大。然后腿部呢依然是这样一个腿部可动，然后脚部它就是增加了接地，但是呢看起来的话跟原来的版本当中呢，基本上也是差不多的。在细节刻画方面的话呢，就没有这种老玩具的这种细节刻画那么多了。还是那句话呀 ，TA 的这款玩具呢，它全身上下的这种模具啊，完全都是重开的模具，并不是一个简单的这种所谓的 KO 放大。包括在这个腰身的这里的修饰呢，这整个这个身形呢修饰上面的来看的话呢，其实也是有很大的区别的。当然这一点的话是一个仁者见仁的问题，你硬要说这个玩具是一个 KO 改模放大的话呢，我也不可能去反驳你，是吧？你要怎么想的话呢，都是你自己的自由。只是说我通过我自己的观察呢得出的结论呢，是 TA 的这款玩具在制作的时候呢，确实是参考了老玩具，然后呢是根据动画里面的设定呢再来进行到改动的。其他方面，在人形态背后方面呢，唯一不还原的就是这个背后这里，动画里面呢，它背后的这一块呢是蓝色的零件，这里呢也是应该是蓝色零件，但是这一次是黄色零件。我觉得呢，可能就是在涂装方面的话呢，这一块就没有使用到涂装，因为身上所有蓝色就是绿色这种零件呢，并没有使用到涂装的。大部分的涂装呢，都是集中在野兽形态下进行到展现的。在高度对比方面的话呢，由于 TA 的这条产品线呢，它的目的呢是为了用金属变体呢来搭配到官方的大师级的野兽形态的玩具，所以说它们这个大小呢大概是这个样子。我不知道大家觉得呢这个大小看起来怎么样？反正对比动画之后呢，我是感觉到呢这款玩具呢确实跟大师级站在一起呢也没有什么违和感，比例上呢也是很舒服的。这是跟这个 MP 的记忆线的玩具27摆在一起呢，大概是这样一个效果。27确实还是有点高的，而且呢确实还挺漂亮。最后呢我还要给大家演示的一点呢，终于是在人形态下呢可以做到向前开炮。这一点呢其实老玩具呢是很难做到还原的，因为呢它老玩具由于关节零件数的这种限制啊是没有办法做到这一步的。
TA 的这里呢，它是可以这样做到向前发炮的状态，而且呢，两只手呢看起来也是相对来说比较自然，就是得益于这里的这个关节啊。咱们来看一下这个老版本的黄豹勇士呢，它在开炮的时候是怎么做的。老版本的黄豹勇士想要开炮的话呢，整个肩膀呢就要向前这样拖出，然后看起来的话似乎是有点像那种变了形一样。那这一款呢，它这样看起来要自然很多。好了，下面呢我们就直接开始进行到这款玩具的变形过程。个人认为呢，变形过程真的比较简单呢，基本上是没有太多需要注意的地方。先把腿部进行到折叠，背后呢收纳进去。然后它这个手臂呢，之前的这个版本当中呢，手是要向前拖的，这一次呢，它的手呢是通过向上抬的。然后我们先要解锁它的这个背包，背包呢是有2段拉出，后面一段，然后这里还有一段拉出之后腾出空间呢，然后再把人形态的这个头部呢，先把这个胸口解锁之后，把头部直接这样按压下去。按压的时候注意一下这一块呢，这一块一定要给它按压到位，这里是有卡点的。然后来看到它的腰部，人形态的腰部呢是为了可动，这里是伸长了一截。然后呢，它其实这里是做了一个伸缩关节的，直接把这个向内伸缩。好，按进来之后呢，正好这个卡扣呢就会抵在上面这个银色键上面，这里呢腰部就锁牢了。这个时候呢，我们再来看到它的手臂的部分，直接呢把这个手臂呢向上进行到密合就行了，这是比较简单的折叠步骤。这款玩具呢，材质方面呢是绝对没有问题的，因为 TA 的东西我确实玩了很多了，大家前面买过星星的朋友呢，应该也是有感觉的，它这个质量跟售后呢都是很好的，所以说这也是我敢于来做这家玩具的原因呢。好，然后到了这个位置之后呢，前面的这些零件差不多都已经密合的比较不错了，然后再来把这个上面呢，它这里呢两只手的这个方向呢是有卡扣的，跟上方的这个卡扣呢进行到连接，这里是必须要扣紧的，因为扣紧之后的话呢，这个爆头呢才会比较的紧实。最后呢就是这里的关节，这一块的话呢，我个人觉得呢，这里的关节处理的话呢，从下面扣上去之后啊，扣的不是很紧，它就是这样扣上去，但是从我的手上就可以看到，然后呢就把这个豹子的这个手呢就变形到这个步骤。把尾巴给它插上来，这一块呢其实是可以取下来的。等一下，我们先取下来吧，取下来再说。最后呢，就是要调整一下它豹子的前肢部分。之前我才拿到这款玩具呢，我觉得很震惊啊，前肢怎么会这么的松垮呢？你看前肢这个样子，其实呢是因为呢它为了变形呢，这里是额外增加了一段关节。这段关节呢，在变成豹子形态的时候呢，一定要记得推回去。这边也是一样，推回去之后呢，它是不会影响到豹子形态的可动的。好了，本款这个黄豹勇士的金属变体形态呢，就变形完成了。在野兽形态下的黄豹勇士呢，确实看起来要漂亮很多了。身上呢，大部分的漆面呢，全部都外露。首先就是整个兽头的部分呢，它这里是可以左右动的，然后嘴巴呢也是可以移动。然后刻画方面基本上是达到了跟动画里面是一样的。对比一下老玩具呢，其实老玩具的这个刻画也还可以吧，但是。因为我这个是国产的盗版呢，所以说看起来并没有太大的可比性。整个的背部呢，它这里的这个电镀件呢，金色电镀件呢，摸起来真的很舒服。这种电镀呢也很厚。如果说前面一款的这个星星队长的电镀是一种那种蓝的发亮的呢，这种呢就是那种金的，就是有点像金的，像那种真的真金的那种感觉，我也很难去形容它呀。然后手臂这里呢是可以动的前肢，然后这里是齿轮关节移动，然后这一块呢。是没有齿轮关节，但是这个关节是很紧实的，就不会松动。左右也是可以动，前脚掌呢可以接地，并且呢是金属件。然后在那背后的地方呢，依然是这个人形态有的可动呢，它反正也有可动性没有问题。然后尾巴呢可以各种摆动，并且呢这一次的话 ，TA 呢它是特别加入了一段这种弹射的关节。咱们呢按下这个关节之后呢，两边的这个炮呢它就会飞出来，我们一起来见证一下吧。这样就完了。其实呢，真的还是一个噱头啊，但是我觉得有这个东西呢，肯定它就是做出来这个联动啊，我觉得还是可以的。这里呢是可以看到它这里的细节，然后这边的细节，舱门的这里还是刻画比较漂亮，但是呢，在喷口啊，我再次对比了一下，喷口的后方呢跟前方呢，其实跟动画的出入是比较大的，不知道呢大家会不会特别的在意这一点的细节？我们对比一下老版本的这个玩具呢，它就是需要这种手动。老版本的玩具的话，它这个喷口呢，其实也不会还原到动画，但是呢，它喷口感觉是要大一点的。这个 TA 呢，可能是由于这一块要做到这种收纳，里面要有机关了，所以说这个炮口呢就显得小了一点。
我个人觉得目前呢还是可以的。而且呢，在动画里面有一个细节啊，它其实呢变成这种飞行形态呢，不只是前面要变，在背后尾巴这里呢，它就会伸出一个像那种尾翼一样的刺。其实这一点当年在设计的时候呢，不得不感叹呢，它这个一个金属变体竟然还会在身上设计这种尾翼。所以这一块的这个可以插拔的这个尾翼呢，我不知道是因为他故意这样做的呢，还是说他是怎么思考的。反正这一点做出来的话，就可以达到在双形态下的完美还原。好了，在兽形态下呢，差不多就介绍到这里了。反正整个的玩具的把玩手感很不错。兽形态的话，比较遗憾就是这个爆头啊，它是不能这样左右动太多的。当然，老版本是更不能动太多的。下面其实呢，我个人呢是比较看重这个玩具啊，它的整个的表现出来这种质感还有手感。Beast World 这种老玩具呢，它之所以到现在20多年后呢受到大家的追捧呢，也是因为这个老玩具呢，在玩具第一是涂装方面是做的非常的漂亮，这种电镀件呢闪闪发亮。第二呢，就是说整个的玩具身上呢，它有这种所谓的联动机关，然后整个的用料呢也很舒服。这呢就是 Beast World 玩具呢它的几个核心的卖点，并不是它的外形有多么的酷。因为我相信很多朋友呢，在如果没有看过动画的情况下，直接来看这个野兽之战的这种金属变体的玩具呢，就会觉得很奇葩、很丑，这是很正常的一个现象。而这一次我们的 TA 呢，它所做出来的这款黄暴勇士呢，给我的感觉呢，就跟它放在这种跟老物放在一起啊，真的是毫不逊色的感觉，因为它拥有了足以媲美这种老玩具的这种电镀，并且呢，又加入了新的可动啊，包括合金啊这样一些新的一种尝试和突破，再加上造型上呢，美型呢又接近现在这个大师级玩具的这种美型的修饰，所以说这款玩具呢确实是一个新老结合的一个好产品。那我前面呢尽量都是说的比较的克制，就没有给大家说这款产品有多好啊，性价比多高啊，它的价格可能390吧，390左右，预定可能要不到390。我其实呢，前面呢，就是拿到这款玩具之前呢，包括就是说看到物流信息的时候呢，我真的是个人呢，非常的那种怎么说呢，非常的激动，甚至呢打字的时候呢，手都在抖。最后呢，因为我做这个节目的话，现在这个粉丝量也起来了，就是说我可能得到大家就是很幸运的呢，被观看的这种频率啊，或者是几率呢，会更高一点。所以说呢，我在做视频的时候呢，尽量就进行到克制。当我拿到这个王国第一波产品线玩具的时候呢，我甚至呢都不想来做这种解说的视频，因为我不想让看到我就是全程呢沉浸在这个玩具里面的这种感觉，尽量呢还是想表现的理性克制一点。但是在拿到这款豹子的时候呢，我确实呢就很难保持到这种理性，所以说冷却了一段时间，拍完定格动画之后呢，才能慢慢给大家进行到介绍。说白了，我们现在收藏这个野兽之战玩家呢，他遇到的最大的几个问题是什么呢？第一呢，就是这个动画它时间隔得太久了，就是说现在很多新人呢，看到当年的这个动画呢，由于画风啊或者是画面的问题呢，就很难去入坑，所以说这个坑的话呢，进来的新人呢会比较的慢一点，除非是官方自己呢推出动画，包括后面的王国动画呢，应该也是这样一个考量。有新的动画、新的 IP 之后呢，这个东西才能慢慢的活跃起来。随着王国的玩具出现呢，这个现在的 Beast World 它的这个热度呢也是慢慢的起来了。但是我们还遇到问题什么呢？就做这个东西的厂家真的非常的少。之前的话呢，基本上在我知道的这个国内的产品当中呢，也有一些民间 DIY 的产品，然后进行到量产的。目前的这个 Transart 呢，它最开始呢是通过那个 KO 那个星星，把它星星变小，然后又把4边星星变小，后面呢又尝试变异变体，然后到后面的这2款星星队长呢跟黄暴勇士呢，才做到了一个完成度比较高的这种产品。个人觉得这个厂家呢，首先呢，它是本来国内就做BW 愿意做 BW 很少，这个东西在主流来说的话呢，毕竟还是一个冷门的产品，愿意去做它的厂家呢，我觉得已经很难得了。再者呢，这个厂家本身的这个沟通的态度很好，在星星的当中呢，遇到的一些最主要的问题呢，并不是产品本身质量、涂装或者是设计有什么问题，其实主要的还是呢，就是说大家觉得呢，500多买这个东西啊，身上没有太多金属啊。包括可动也没有很大师级啊，就觉得很亏。其实这些呢都是一个噱头，我当时呢我也不是很看重，但没想到呢 TA 呢在这次的版本当中呢，在黄暴当中啊，引入了大量的这种金属零件作为配重，并且呢加入了这种所谓的那种弹簧关节，最后呢甚至呢还是在腰部呢增加了这种比较舒服的可动，这种展现方式呢，在成熟的第三方当中呢，也是很少会敢于这样来进行到挑战的。所以说这一点来说的话呢，至少呢这个厂家态度还是不错的。而且呢，大家如果说买过这个产品，有过售后呢，也是可以体会到这款玩具呢。我一直在强调第三方判断一个厂家好不好啊，首先是几点，它的材料的边缘呢是否进行过打磨，这个呢是符合的。第二呢就是材料用的是否好，这个的话仁者见仁呢，我反正觉得这个确实好。第三个呢，就是说你找到他售后的时候呢，他的这个售后的态度是怎样的？
有的厂家呢就觉得啊，现在孩之宝在查呀，我们的微博封了、关了、没了。我们就不售后了，我们跑了，就是这种感觉。但有的厂家呢，他一直是会给你提供售后的。前面的这种 Fans Toy 这种厂家，他做起来呢，就是因为最开始呢用售后呢积累了很好的口碑，而这一款 TA 呢，它一直呢是在这个售后这一块呢，各种态度方面呢，其实都是做得很好的。所以说这款产品的话呢，再加上它这一次的定价呢，也是做了相当于是下调吧，300多的价格就可以买到现在这样一个黄豹。所以这款玩具的话，我个人的这种总结来看，目前至少是我拿到这个评测件来说的话呢，已经是做得非常的不错了。当然呢，评测件上面呢，它有或多或少的问题啊，包括这一片，它有一边的这个，你在收回去的时候呢，它有时候会弹出来。这一块呢，他到时候大货的时候呢，他告诉我啊，就大货的时候这一块会改良的。开始我还不知道，他直接厂家跟我说的，说这里是有问题的。首先把这些问题指出来了，就告诉我大货肯定会改。这个改不改呢？大家从星星里面都可以看到啊。这个大货版的星星呢，之前也没跟大家介绍。最开始呢，这个评测件的时候呢，它这个齿轮啊没这么爽快。但是呢，咱们到了这个大货版本的时候呢，可以看到。这个齿轮是明显有这种修饰和改良的，所以说呢，这个东西的话呢，我觉得他说的东西呢，至少呢，这个厂家他是一个很真诚的这种做事的态度的，这呢也是我愿意为他来做这种评测件的原因之一了。把话题呢回到这个 Beast World 的玩具该怎么来选择，其实呢，我在几年前入坑的时候呢，差不多3、4年前吧，基本上你如果说想要买一款好的野兽之战的玩具，特别是金属变体啊，你的唯一的选择。最唯一的选择只能去买人家的二手货，或者说是没有开封的高价产品。说实话呀，如果一个产品动辄400、500或者动辄上千的话，这种产品你是很难去就是说长期去拥有，就是说长期保持一个很好的购买频率的。包括我自己现在呢，我作为一个说玩具收藏还是比较多的人呢，我也没有几个这种金属变体的玩具，差不多拿在手上呢就只有几个了。所以说就面临一种很难的抉择，你要么高价去买那种品相比较好的货，要么呢就稍微便宜一点去买一些品相有瑕疵，比如说有的急先锋呢你就没尾巴呀，或者是没枪啊，甚至说里面的导弹少了呀，这种你就只能去做一些取舍。不知道大家跟怎么来形容这种感觉啊？就是说感觉呢，你明明人家玩这种电影的，玩 Generation One 的。这些人呢，他们都可以很轻松的买到自己想要的产品，并且呢，一个大黄蜂或者说一个擎天柱呢，都有无数个版本让你比较。你想喷也好，想夸也好，你都有你自己的很多一个选择。但是我们这种 Beast World 的玩家呢，似乎是没有太多的选择的。在之前我的视频当中，我也给大家提到过，我一直在等待呢，官方在经典线里面呢，可以推出这种，就是用这种比较就是非大师级产品线里面。可以推出这种野兽之战的玩具，这一次的王国呢，我相信大家从口碑当中也可以看到呢，官方确实做到了这一点呢，我确实觉得比较的欣慰。但是我们等这个时间呢，我觉得我已经等得太久了，所以说我就没有就很难去讲它这个东西，这个心情呢，我是真的很复杂，所以说就只演示了一下变形。我们的选择太少，可以买的东西太少，所以说很多东西就真的不是说你在这里挑三拣四了，东西呢它出来了以后。我们就只能去祈祷这个厂家呢，它能做好一点。但是现在呢，作为一个 Beast World 里面呢比较少的这种选择啊，就是说这个 TA 的频率算是出的比较高的呢，还是做到了一个比较好的质量。我个人觉得还是比较的欣慰的。如果说大家觉得呢，我就是想你是觉得啊，你这个人本来就这么有钱啊，你其实就是买这个东西就无所谓啊，贵不贵都还好。其实我每天呢就省吃俭用的买着玩具，大家看着玩具多啊，是因为我收藏的这个时间是比较广的，每一次呢选一款玩具之前呢都是要纠结很久才下单的，甚至为了省那5块钱呢，我会看好几天的。所以这个东西确实是因为我本身比较喜好这一套的玩具，所以说我会把我喜欢的东西收齐。大家从我的视频里面也可以看到呢，其实我前面呢把这个 Beast World 的这种老玩具啊，我真的想了很多种办法，先买这种很便宜的这种主国版，几十块钱的这种主国版的玩具，然后呢通过自己的涂装改造来达到所谓心目中的完美的状态。但是在这个期间呢，我相信不是每一个人都会有这种所谓的手艺吧，虽然我手艺也不是很好啊，但是应该不是每一个看视频的人都可以涂成现在视频里面这种星星跟豹子的这种感觉吧。即使是做到这样一种感觉呢，都是花费了很大的代价的。里面你去买漆啊，买那个喷泵啊，或者是买那些改造物品啊，甚至是去设计这样一些关节的改动啊，你都会花到大量的这种时间和金钱的。甚至于最后出来的效果之后呢，你的成本都是远远高于你的入手价的。
包括这个黄豹的玩具，如果说你想在市面上找到一款就是正版老物没有开封过的全新的黄豹涂装，有这么好的情况下，你也不可能300多去买到一个黄豹的。这个东西它明显身上的这种质量和进步呢也是更多的。在这2款玩具之间呢，我当然是更喜欢左边的这一款了。能够一步到位的话，为什么不一步到位呢？我自己改来改去的，最后出来的效果呢，依然是这么松松垮垮的。所以说，其实呢，我对这个野兽之战的玩具呢，这种还是比较的喜爱的，花费的这种时间精力呢，和这种所谓背后所做的这种功课呢，也是挺多的。然后导致呢，我最后得出的结论呢，就是目前来看的话呢，想要买一个好点的野兽之战的玩具呢，最好的选择呢，就是选择差不多，特别是这个黄豹这一款呢，基本上呢这一款呢是市面上目前来说最好的选择了。它这个本身的造型也是过关的，质量也没有任何翻车，再加上售后也比较好，整个的产品线呢，它现在目前呢做起来之后啊，产品线也是比较稳定的。现在这一款呢是黄豹，下一款呢是掠夺兽，之后呢可能也会推出那个金属变体2代的霸王龙。对于我们这种玩野兽之战的玩家来说，真的是一个比较好的事情了。我也希望呢，有更多的这种第三方厂家呢，可以涌入进来，来瓜分这个野兽之战的这块蛋糕啊。因为毕竟现在官方已经开始在制作这一条线的玩具了。其实呢，这就是一个趋势。我也不是说我不喜欢这个机衣和电影的这种产品呢，我家里的机衣和电影的产品呢也是很多的，大家从我的视频里面呢也可以看到。但是呢，只有当我玩到这种野兽之战的玩具，特别是这种又还原又帅这种又扎实的玩具呢，我才能体会到大家呢拿到那种所谓的，比如说当年的那个 MP10啊，或者说是 FT 的那个恐龙啊，就说一个机翼的粉丝拿到 MP10，或者说或者那个恐龙，还有就是说电影的粉丝呢拿到那个什么黑苹果擎天柱啊，他们的那种感觉呢，我就是我现在拿到这款黄豹的这种感觉。因为童年的时候呢，从小就是很喜欢看这样一个动画片。到最后呢，终于是有一种真的是有一点说难听点啊，就是梦想实现的感觉。所以说我也很感谢呢这个厂家呢能够继续做下去。通过我目前了解到的这个情况来看的话呢，可能很多朋友呢对这款玩具也不是很看好，骂这款产品，或者说是呢来骂我本人的话呢，我也不会觉得有什么不好的地方，因为这只是你的一个个人的看法或者说理解。你之所以会得出这样的结论呢，可能是对这个东西了解不够。就说如果说大家有兴趣有时间对这款产品呢有更多的了解，或者说是后续啊大家更多的分享者拿到这款产品之后呢，你可能就会体会到这款产品呢确实做的还是挺不错的。之所以敢于这样来做的话呢，其实都还是有一些考量的。大家在我的视频里面看到呢，虽然我追这个新品的速度是比较快的，但是其实如果让我这样可以很放心大胆的用嘴巴来解说的这种视频呢，其实真的最近是会越来越少的。有些东西呢，就宁愿就直接定格动画做出来了，就很帅。为什么你要花大量的时间把视频时长拖了这么久？很少人会就完播率会很低的情况下，你愿意来做期视频，是因为呢，我确实感受到了这款产品呢，它在制作的和设计的时候呢，确实是非常的用心和进步的。我就愿意呢，把这款产品呢，更好的展示给大家。好了，本期视频呢，确实拖得有点长了，感谢大家的观看，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